它除了长得像恐龙之外，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要身上有鳞片、有个尾巴、有4只脚的，我们通通都称之为蜥蜴。我们就以我们手上这只王者蜥来做这个介绍好了。那王者蜥呢，它特别的点就是在于它的尾巴。所有的王者蜥这个家族的呢，它们都有带满刺的尾巴。好，那这个尾巴呢带满刺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尾巴非常的肥厚，所以尾巴主要是储存一些能量。所以他们在沙漠呢，因为不一定能够每天找得到食物吃，所以它储存能量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唯一身上能够防身的地方，就是这根像狼牙棒一样的尾巴了。它会去甩动它的尾巴保护它。所以当其他猎食动物要靠近它的时候呢，这尾巴它一甩动，这么尖锐尾巴一甩动，那猎食动物可能就会知难而退，那它就可以得到一个保护。除了能保存能量及防御之外，有些种类的蜥蜴还会用自割断尾的方式来逃跑。那我们另外再来看看它这种扁扁的身躯，为什么它身体会是扁扁的呢？其实主要跟它的栖息习性有关，它是地栖型。地栖型就是说，它就是完全在地面上活动，它不会爬树，它不会爬高，它也没有办法游泳。所以，以这种王者蜥这一类的这个蜥蜴的话，它们扁扁的，主要是它们能够适应在地面上爬行，而且它们身体宽宽扁扁的呢，对于这阳光照射吸收能量呢，吸收光、吸收热是有很好的效果。日行性蜥蜴靠着接收太阳与热后，身体才能正常运作。因为当身体照到太阳时，体温就会升高，身体自然就可以代谢喽。我们现在介绍它的4肢，可以仔细看看它的指甲。它的指甲并不是非常的尖锐，为什么？因为它们是属于地栖型，只要能抓住东西，只要能挖洞就可以了。它们指甲并没有攀爬树的功能，所以不用非常的尖锐。所以相较于其他的蜥蜴，树栖型的那些蜥蜴，像绿鬣蜥，它们的指甲非常尖锐。你可以看到王者蜥指甲是不尖锐的。那它们的手跟脚呢，都一样是5只脚趾头。我们看到前肢有5只脚趾头，手指头后肢有5只脚趾头哈。王者蜥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它的脸。你可以看到它脸颊这边有2块肉，非常的发达，看起来胖嘟嘟的好像脸胖嘟嘟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2块肌肉呢？这2块发达的肌肉，主要就是拿来咀嚼、去咬那些比较坚硬的骨类，或它们食物中会遇到比较坚硬的东西。所以这是王者蜥比较特别的地方。大部分的蜥蜴是会吐信的，就如同蛇一般，是为了方便寻找食物、感受周遭环境或躲避天敌。虽然蜥蜴如蛇一样会吐信，但却拥有比蛇还要更好的感觉器官哦。蜥蜴没有耳壳，但是它们有耳朵的构造。这一个呢，就是它们的耳朵，在脸的后面呢，这边有一个洞，洞里面有一个薄膜，这是它的鼓膜，所以它们是可以听得到声音的。蜥蜴呢，它们的眼睛是在2侧的，所以眼睛在2侧的动物一般来讲都比较不是猎食动物，都是比较属于是被猎食的这种比较食物链底层的这种生物。但是呢，很多蜥蜴它们是肉食性，像巨蜥类。巨蜥类是肉食性，它们眼睛虽然在2侧，但是它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位置辨认的功能，跟它们非常发达的嗅觉。我们这只王者蜥，它2只眼睛都在2边，那它们的方向不能分开旋转，它也不能够对焦，所以它们就是比较单纯的草食性，比较属于杂食性、草食性的这种小型的底栖型生物。在王者蜥蜴头部前端的2个小孔，就是它们的鼻子。因为它们常常住在沙漠洞穴中，为了避免沙子进入鼻腔，才演化出小小的鼻孔。但你发现了吗？鼻孔周遭有一些白白的粉末，那又是什么呢？鼻子旁边有白白的粉末，那个是它们排出来的盐腺。那它们的尿尿呢？因为在沙漠之中水分非常的珍贵，它们不会随便去把水分给排泄掉，把尿尿代谢掉，所以它们要靠这种盐腺把它们额外的一些盐分给排出来。盐巴的盐就是盐分，身体多余的一些矿物质跟盐分。接下来要介绍蜥蜴最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仔细看，它们圆滚滚肚子的下方有一排孔洞，有什么作用呢？这个东西叫做骨孔，骨
骨孔，骨就是屁股的骨，屁股的孔然后就骨孔。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骨孔呢？这上面分泌的这些是蜡质的腺体，这些腺体呢，主要也是在标示地盘使用。它们在尤其雄性会比较发达一点，这分泌物在摩擦到像石头啊或者是地板的时候，会有留下味道，那这个也可以标示它们的地盘。以前我们都称蜥蜴、蛇等等两栖爬虫类为冷血动物，其实应该称它们为变温动物才对。它们会因为照到阳光后改变身体的温度，而不是一直保持冷血的状态哦。蜥蜴它之所以特别的点，除了在于说它变温动物，它爬虫类，它有一个很长的尾巴之外呢，它特别的点是它们是分布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它们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它们从非常的这个高温，高温到甚至40度、50度，像我现在手上这只王者蜥，它就可以非常适应沙漠型的天气，那可以高温可以到40、50度，它可能都能忍受，低温可能可以到10度、15度，它都能忍受。那像这种沙漠型蜥，那像还有热带雨林型，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绿鬣蜥，到处在台湾流窜繁殖的这种大型的绿鬣蜥，那还有像变色龙。变色龙它也是在非洲，主要是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上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变色龙。变色龙最特别的点是，它们有一个很长的舌头，可以瞄准猎物，然后去把这个猎物给捕食，直接进到嘴巴里面。而且它尾巴还是卷卷的。变色龙的2只眼睛看着不同的地方，可以做不同方向的旋转。那鬣蜥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种，我们叫海鬣蜥，它是在加拉巴哥群岛里面，它是几乎是完全依海而生，它们的食物呢都在海里面，它们是吃海里面一些海藻去过生活，所以这是海鬣蜥是在演化上面比较不一样的一种鬣蜥。原来蜥蜴家族分布那么广泛，真的是很成功的物种。而在蜥蜴家族里面，不同的物种所吃的食物当然也不一样，食性可分为3类，有草食、杂食以及荤食。究竟这些蜥蜴们都吃些什么呢？小只的蜥蜴呢，从小只的蜥蜴开始呢，它们最喜欢吃的就是昆虫，或是蝸牛，甚至是蚯蚓，它们都吃。好，那再来呢，大一点的蜥蜴呢，它们会吃什么呢？可能它们会吃老鼠、小型的鸟类，或是甚至捕鱼。好，那再大一点的蜥蜴呢，它们会吃什么？哦，那就很厉害咯。像我刚刚说的巨蜥，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科莫多龙，它们就会吃更大的哺乳类动物，可能说农舍里养的鸡，或是鸭，或是鹅，甚至它们可以吃野生的水牛，或是羚羊，或是鹿，它们都有可能去把它一起集体去进行打猎这个动作，然后去猎杀它，然后把它吃掉哦。全世界的蜥蜴超过6000种以上，但是在分类上，我们可以把它粗略分为6个类型，其中也包括了夜晚出没的种类。让我们快点来认识它们吧。第一大家族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鬣蜥家族，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水龙。那水龙呢，它呢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所以它会吃一些小型的昆虫，甚至会吃一些小型的鸟类的蛋。绿水龙特征呢，就是它们会有涂口红，粉红色的口红在嘴巴这边。第二点呢，它们是全身是绿色，但是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它的腋下呢会有一点橘橘的，然后再来呢，它们的头部呢比较像恐龙。那怎么说呢？它们的嘴巴其实里面的牙齿呢，因为它们是属于肉食性的，所以它们牙齿会比较锋利一点。为什么叫水龙呢？因为它们比较喜欢栖息在河边，然后呢，它们有时候呢也擅长游泳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它们有长长的尾巴，这个尾巴有什么功能呢？帮助它平衡，因为它们有时候可以跑得非常快。它的脚呢前面都有尖尖的爪子，它们的爪子呢就是有利于帮助它们快速的从地面爬到树上，然后离开它们的危险。鬣蜥家族在背后都有一道长得和恐龙很像的鬣鳞，它有明显的散热功能，所以在外形上相当好辨识。这是分辨鬣蜥家族最明显的特征。
那第二种呢，就是巨蜥。巨蜥跟鬣蜥都是世界上属于大型的蜥蜴。桌上这一只不断的喷气，它跟科门多人也是近亲，它是巨蜥家族中的沙巨蜥。那沙巨蜥呢，它在哪里？它在澳洲，它是澳洲非常非常有名的巨蜥哦。因为巨蜥家族它们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野生动物哦。它们呢，主要在野外都是吃肉的，什么肉都吃，从昆虫肉、蝸牛肉、蚯蚓肉到小型脊椎动物、中型脊椎动物，甚至我刚刚说科门多会捕食大型脊椎动物的肉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有力的爪子，那这些爪子呢都一样锋利，都像小小的笔刀或是美工刀一样锋利，那可以帮助在它们咬住猎物后呢，进行像是叉子与刀子一样在切牛排的那种功能。好，每种巨蜥牙齿其实都不太一样，有些巨蜥牙齿呢比较圆一点，是专门吃虫；有些尖一点，像牛排刀，甚至更尖的呢，有可能像锯齿状的镰刀一样。所以被巨蜥咬到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哦。巨蜥家族体型巨大，最大可达3公尺，都是属于肉食主义者。个性凶猛的巨蜥，可说是蜥蜴家族的王者呢。再来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最常在家中看到的蜥蜴，那它就是壁虎。那其实有部分的壁虎呢是不会爬墙，那我们有它的别称叫做守宫。这一只小小的蜥蜴呢，它就是守宫。好，又有人叫它壁虎。这一只呢是豹纹守宫，它呢并不会爬墙哦，但是它有哪些特征呢？我们来看看吧。它呢有各式各样的花纹，就像孔雀鱼的尾巴有各种样子跟各种颜色是一样的哦。那这是守宫家族的特征，它们的鳞片非常非常的细腻，只是有一点点颗粒而已。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豹纹守宫，它们都会有一个肥肥的尾巴，这个尾巴对它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哦。为什么呢？因为豹纹守宫其实生长在于沙漠环境，那么大家也知道，沙漠的食物非常非常少，它们呢最喜欢吃的是小昆虫。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尾巴，赶快逃命。所以呢，守宫家族我们要必须非常注意的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容易断尾求生。守宫家族通常都在夜晚出没，也因为演化的关系，有的有壁虎弓，脚趾具有吸盘，4只脚各有5指，脚趾内有皱褶，善于吸附，所以能够飞檐走壁。在墙壁上自由地爬来爬去，也不会掉下来。但有些第7型的守宫脚趾则没有这样的功能，但它们一样都在夜间出没，所以视力相当的敏锐哦。接下来介绍的是石龙子家族，它们有特别光亮的鳞片，像是上了一层厚厚光亮的蜡一样。肥肥的身体配上短短的4肢，它们就是蜥蜴家族最亮眼的体型代表——石龙子。有一种蜥蜴滑滑的，然后鳞片亮亮的呢，我们在台湾的公园里面也可以常常看到，那就是石龙子科。现在我们这边呢，桌上有一只蓝蛇蜥，那蓝蛇蜥也是石龙子家族的哦。好，那石龙子呢有哪些特征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皮肤呢，它比较光滑亮面，然后呢，顺顺的可以滑下来，很好摸，冰冰凉凉的。它们都会有短短的4只脚，有些时候具有断尾的功能，就要比较小心，因为呢，它们会借由断掉尾巴来保护自己。大部分的石龙子其实它们都是吃小昆虫的，但是呢，像我这只蓝蛇蜥呢，它们就是杂食性的石龙子，它们呢喜欢吃一些青菜，也喜欢吃一些水果，可是也有一些石龙子呢是纯素食的。再来要介绍的蜥蜴，体型比起一般蜥蜴来说相当巨大，食性也和巨蜥相似，但实际上是不属于巨蜥科的。在当地，它们经常潜入鸡舍中偷吃鸡蛋与小鸡，所以又被称为蜥蜴中的狐狸。那这只蜥呢，它叫做南美蜥。那南美蜥呢，它又很像巨蜥，可是呢，它又像鬣蜥一样是杂食性的。那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种蜥蜴。那南美蜥家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蜥蜴家族哦。他们一天呢可以吃掉非常非常多的食物。那南美蜥是杂食性的蜥蜴哦，他们很喜欢吃鸡蛋啊、鸡肉啊、小老鼠，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昆虫肉类。好，甚至他们当然也会，他们饮食均衡，也会吃一些他们比较爱吃水果，例如呢，像这只南美溪最喜欢吃的就是香蕉跟奇异果。南美溪的特征就是，我们可以看它的背呢是平平的一片板面，很大一片背板是平平的。他们当天气冷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挖地洞，然后筑巢，然后就在天冷的时候先好好的睡上一觉，保存体力。等到天气慢慢回暖的时候，他们也会再醒过来，然后继续开始吐舌头找食物，或是准备生小蜥蜴。那还有一点就是呢，南美溪呢，他们也跟蓝蛇溪一样呢，他们会有断尾哦。他们虽然没有像手工家族呢那么会断尾，那么容易断尾，但是呢，如果他们真的受到很大的外力，就会断尾哦。最后要介绍蜥蜴最特别的家族，它的四肢全部退化，如同蛇一般用蠕动的方式前进。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与蛇的差异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跟石龙子科很像，那可是它没有脚，那它就是蛇蜥。它们其实是蜥蜴家族中最独特的，因为呢，它们长得非常像蛇。我手上这一只蛇蜥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蛇蜥，又称帝王蛇蜥。它们主要是住在欧洲的地方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们也有蜥蜴的特征，来证实说它们其实是蜥蜴家族的成员，而不是蛇家族的成员哦。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样跟霞蜥一样有眼皮哦，它们是可以闭眼睛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后方有一个小小的洞，那这个就是耳孔，所以它也有跟蜥蜴一样的听觉器官呢，就是它们的耳孔，所以它是蜥蜴。然后只是因为呢它长得太像蛇了，所以我们给它命名为蛇蜥。那蛇蜥跟蜥蜴的爬行方式呢也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蛇爬行的方式呢是大概呈现波浪形的往侧边走。好，那蛇蜥呢，因为它们的腹部鳞片呢跟蛇构造不太一样，所以呢它反而是有点像是用推前进的方式往前走。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爬行的方式就跟蛇不太一样了，它不是蛇形态，它可以随意变换，它想要直行，或者是它今天想要转弯。更特别的是，当蛇蜥遇到危险时，可以把尾巴断成好几十节，而不是只有一节，更能发挥欺敌的效果哦。爬虫类身上满满的都是鳞片。那它们一长大之后呢，不像我们的皮肤有弹性，我们皮肤会延展，它们的鳞片到一个程度没有延展性、没有弹性的时候呢，它就会想办法把这旧的皮脱掉，底下就是产生一层新的皮。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旧的皮，这个就是它的皮肤，哦，这是旧的。那底下呢，新的皮肤就可以跟它对照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旧的皮肤呢是没有光泽，新的皮肤是非常的有光泽。蜥蜴跟蛇都必须靠着不断的脱皮来成长蜕变。下次有机会也可以做个小侦探，靠着这些皮来了解判断主人是谁，体型有多大。最后要来教大家一个催眠蜥蜴的小魔术，赶快来看看这只蜥蜴是如何被催眠的呢？日行性的蜥蜴呢，它们有一个很神奇的开关，就像是催眠一样，它会变得比较乖一点。就是我们的头顶正上方，我们只要轻轻的盖住，然后呢，只要跟它说要乖一点哦，我要跟你好好的玩。当我数到3的时候，弹完手指头，你就要变乖乖的可爱小蜥蜴哦。好，那它就会变乖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出现呢？那日行性的蜥蜴在它的头顶正上方有个松骨眼，是感光器官。蜥蜴的眼球不像人一样是放在正前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前面。蜥蜴的眼球呢是在脸的两边，那它有很多死角，像是正上方有死角。就是呢，它最死角的地方就是它整个背部，因为眼睛看不到，所以呢，例如说，假如说我们今天有一只鸟咻飞过去，蜥蜴呢松骨眼就会突然闪了一下，那这时候蜥蜴就会心中就会开始决定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赶快逃跑，然后呢，这样可能可以安全一点。第2件事情就是呢，我干脆不要动，它可能我不动，就像捉迷藏，我不动，它就不会发现我躲在这边。那其实这个就是松骨眼可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